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电脑软件开的一多，然后系统就卡这样的情况。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内存不够了。然而最近我装的视频素材也比较多，所以我的机械硬盘的空间也不够了。所以今天我买了内存条还有机械硬盘，准备做一个加装的演示。如果你暂时还没有一些合适的硬件来升级自己的电脑，那么我在视频的后部分会讲一个工具，然后这个工具可以极大的帮你提升你的内存的空闲空间，所以可以当做一个暂时的工具来用吧，但是最好还是物理升级。对了，关于我的 HomeLab 系列，有我的机器硬件组装以及我这里的网络配置，我会不定期像这样拍摄，然后把这些视频单独放在一个播放列表里。如果你喜欢打造自己的家庭实验室，你可以关注我这个系列。今天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局部硬件的一些升级，那么之后我会放一些，比如说服务器的组装，我这里的网络配置，还有怎么把 Linux 系统放到物理机上，然后连接到外网上。如果你遇到了和我一样的内存不够的问题，或者硬盘存储空间不够的问题，那么你可以看我今天这个视频，然后我们来实际的升级一下。现在看到的是我的工作站，我平时直播、游戏还有做视频都会用到它。对了，这里提一个醒，如果要触碰电子元件的话，最好先洗一下手，把身上的静电排除一下，尤其是像硬盘和主板这样怕静电的东西。接下来就是我的硬盘还有内存条，这个硬盘是个 4T 的机械硬盘，然后左边是2个8G 的金百达内存条，其实现在有国产颗粒，然后性能也不错，无论是内存条还是固态已经很便宜了。内存条只需要插上去就行，然后那个硬盘它是在这个位置，然后需要把后面的背板打开，然后再安装，然后插上电源线和数据线。这是一个裸条，它的散热其实是可以的，重要的是它的颗粒怎么样，我就是看中它的颗粒。首先我们找到螺丝刀，然后把后盖打开，只需要往这一抽就可以了。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2个插槽，其实已经挨着这个风扇很近了。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拨过去，还有这个内存条是插不反的，它有防呆设计，还有这个缺口。让我们试一下，现在只需要把我刚才掰开的地方按下去就行了，会有一个声音。好，现在可以了。有一点要强调一下，就是这个内存条一定要插紧，如果插紧的话，它应该是看不到外面这一层那个金属金手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刚才就是看到卡扣合起来了，但是金手指在外面，一共有4条内存条吧，确实有点难插，所以我看到这个卡扣合起来了，我以为插上去了，但是刚才一直没检测到内存条。注意这种特别狭窄的地方，你可以用内存条的一端先这样插进去，然后慢慢的再落下去，这样子比较方便。其实幸好我当时买了是这个没有马甲的，要不然有马甲我这个风扇肯定要拆，而且拆了之后这个风扇能不能装回去都是个问题。所以自己装电脑的话一定要考虑的多一点。现在内存条已经插好了，我们装一下硬盘。在安装硬盘之前，我们还是来先看一下这个内存优化工具。首先就是打开浏览器，然后找到这个网址，这个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官网直链，点开，这个是个微软的官网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下载使用。点击这里下载，这个很小啊，才671KB，这里直接解压就可以了，全部解压缩。解压完之后可以看到这里有3个软件，这个 64A 是 ARM 架构的，我们可以不用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64的。这里点击运行，同意。这个工具我们先放在这里，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机器的内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存是有8个G， 然后现在已经用了 4.6个G。那我去多开一些网页，然后让它的这个内存爆满，然后我们再来用这个优化一下。
我刚才开了很多东西，然后可以看到这里内存已经占用非常多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软件，首先这个软件找到第二个清空，然后前两个选项分别点击一次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内存的曲线下降的非常厉害，现在内存有 3.1 个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微软的这个工具真的非常好用。我曾经用一个8GB 的机器跑 Docker， 因为系统占用很多了，所以这个 Docker 根本启动不了，就是因为内存爆满。但是我就是用了这个工具，然后硬生生是在8GB 内存的机器上把这个 Docker 跑起来了，这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作用了。但是如果真的缺内存，然后如果自己真的需要去跑一些大型的东西，我还是建议你物理升级，这个方法可以临时顶一下。为了下次方便使用这个工具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工具的快捷方式放到桌面上。我们找到这个工具的下载的那个安装包，然后右键显示更多选项，然后找到发送到，然后找到这个桌面快捷方式。下次要用的话就很方便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硬盘仓，现在硬盘已经装了一个了，然后下面可以再放一个。硬盘在其他地方的话，只要你能固定好就好。然后固定好之后给硬盘供电，供电的话就是从电源里出来的这个 SATA 的供电线，是一个长长的 L 形状。电源插上之后，然后我们可以插数据线。SATA 数据线买硬盘应该会给你带一个。这一头的数据线是插在主板上的，可以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然后插在主板上。SATA 口在这。你们可能看到我机箱有点脏，机箱的话大概是半年清一下灰就可以。这个确实有点脏了，我应该清一下灰的。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安装成果，然后在任务管理器里找到性能。内存这里显示 31.9GB， 那就是4×8了。这4个内存条都工作了。然后硬盘呢，装了一个4T 的，在这里一盘 3.6T 已经可以了。然后如果刚新装的硬盘的话，应该是找到这个磁盘管理器，然后找到我们现在在使用的硬盘，一定要找对了，不要把自己的系统盘给格式化了。这是我们刚刚装的这个硬盘，我已经格式化过了。如果是新硬盘的话，那你应该先过来格式化，要不然系统可能检测不到。在这里右键，然后找到这个格式化，然后确定。在这里我想说明的一点就是，一块物理硬盘的话不需要分区，那一块物理硬盘让它是一个分区就可以了。如果要装不同类型的文件，那就新建不同的文件夹，这样是最好的。分区我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什么时候兴起的，可能是电脑店为了装电脑方便吧。除非你有特殊使用场景，比如说你一直要有重做系统，然后你的电脑里有一些要长久存在的一些文件，然后你要放到 D 盘里，放到 E 盘里，但是你只有一块硬盘，所以你可以做一个分区，也只有这种情况了。其他的情况日常使用的话没有必要分区的，分区分的太多也太乱。那我今天的演示就到这里，其实不能说是特别的规范吧，但确实能解决问题。我认为 DIY 电脑其实就是一个发挥创意的过程，你只需要达到目的，不要在乎那么多细节。我的硬盘现在已经固定好了，然后像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应该也都不会再存在了。那下个视频见。